王主任你好啊，非常感谢您抽空这次接受这次的访谈。那我们知道科技导入长照是现在的趋势，那毫米波技术是因为具有非接触式跟保护隐私的特性，受到了很大的关注。那今天主要就是请教您在机构里面实际导入之后的心得跟真实回馈。那我想先了解一下，就是现在机构里面目前服务几个人呢？我们现在服务49位长辈。49位长辈，那我们目前主要的照顾难题有哪些？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人力是最大的困境。现在其实所有的机构最大的难题都是在人力上，照顾的人力上。因为自从政府它开放了长照2.0，所有的专业人力都跑到长照2.0去了。长照2.0呢，它是居家服务，它在每一个案家待40分钟到1个小时。那这项服务做完了呢，他就做第2项，第2项离开了呢，他到下一个案家去。那这中间它是弹性的，它是自由的。那相对的机构照顾呢，它是整天，他进来8点上班，就到晚上5点6点下班，他要绑个一整天，所以工作的不弹性，所以造就他们呢都喜欢到长照2.0去。那请教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引进这个宇亨 EasyCare 毫米波这个系统呢？因为我们在那个卫生福利部住宿型机构照顾品质的奖励计划里面中央就有把这一项的科技智能科技的辅助项目放到里面来。那当然我们做计划，我们每一项都想尝试，而且现在你打开所有的讯息手机新闻什么都在讲 AI， 那当然机构也要提升所以我们的护理人员当在提升说，主任，我们是不是职员也该跟得上我们这个潮流跟得上这个时代，我们也来走 AI， 让我们的照顾的品质能够提升这个是一个好问题所以开始在奖励计划的第1年，我们就做了 AI 的，我们就做了这个毫米波的设备。了解。那在安装我们 EasyCare 这个毫米波设备之后职员里面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人力的奔波，降低了工作人员现场当班的人力奔波。以前他们只要按到服务铃，或者是定期的巡访，他们就非常的奔波。尤其在慈园的长照机构里面，我们的环境是开放式的，是庭园式的3合院。那在对他们的巡访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他们必须要走出来，每一间到，因为我们的场地有500平，他们必须要走到每一个房间里面，每一个角落。所以他们每一次2小时的巡访一次，他们要走500平绕一圈。了解。对。所以到第1年，我发现他们的这个巡访会降低他们的人力的奔波的走动。对，在第2年的时候，我们就主动把涵盖率提升到80%。对，因为确实在他们的人力当班的范围内，他们人力奔波降低很多，减少很多。然后主动的通报的次数多了，他们就直接进到这个房屋内。主任想请教你一下那我们系统导入之后对您这边有没有在初期的时候有没有造成什么问题或麻烦呢？有，刚开始初期的时候安装上设备，那家属进到房间就会看到，你们房间怎么好像有类似镜头或什么东西，装一个东西然后我发现1位问，2位提问，3位提问护理师我们就召开会议这必须要跟家属开个说明会。然后集合所有的家属来办一次说明会，让家属能够全部都一次明白。然后经过我们专业的解说跟沟通，而且是直接到护理站，我们会带他们到那个护理站去看我们的系统，去让他们解说，说这个只是一个影音的那个声波的呼叫，并没有收音，并没有监视。家属一看，确实是这样，所以他们现在都很放心，也相对的信任，而且非常鼓励这一项的设备。了解，因为毕竟如果今天住民真的发生什么状况，系统在对你们帮助上是有实质帮助的。是帮助非常大。是，对那再请教您一下您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毕竟刚刚说的是住民这部分嘛，家属的反应，那
在护理人员系统初期导入上，他们有遇到一些什么麻烦或是排斥吗？哦，刚开始装的时候，可能对系统还不了解，那系统对侦测我们房屋内长辈的动态也不太了解。好，比如说有个长辈可能睡觉啊，他棉被会翻来啊、翻去啊，脚会提高啊，那可能对于这个侦测系统，看到脚抬高啦、拱起来啦，系统就会呼叫啊，呼叫，系统呼叫了，护理人员就会去房间赶快看一下，他长辈只是把脚抬高而已，甚至呢，他只是棉被掉地上而已，那系统侦测他有东西掉地上了，误报以为是长辈掉地上了，护理人员就会跑着去啊，经过这样子，我们就会跟工程师这边做联系，经过工程师几次的微调，来回的沟通，来回的微调，现在都蛮精准的，误报的次数也降低很多。了解。那所以这样子对你们有帮助之后，所以你们才会去考虑到第2年度的时候，把这个覆盖率还提升到80%这样子。对 OK， 那其实刚刚我们跟主任闲聊时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希望这个东西是能方便自由化，而不是固定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嘛，对不对？您提到需要有个 App 嘛，对不对？我们有 App， 你们有 App， 我们其实是有 App 的，主任让您看一下。我们的 App 呢，其实现在上面画面都有，可以看到您即时的所有状况，这就是你们的住民状况。那以及我们设备有没有异常，有没有离线，有没有什么警告，这边都有。还有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安装到我们的手机里面。对，那工作人员巡访或是他移动到交易厅去发药给药的时候，他都可以看到即时的状态。对，没错，太棒了。对，这样就可以避免是说，你今天人没有在办公室，但是你听不到警告，对，听不到呼叫，对。因为您毕竟有说到，您刚刚这边有500坪嘛，对，500坪。是，所以这个就可以减轻你们的一些负担跟烦恼。对，那我们的 App 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有中英文版。这样以后也许可以再增加一些不同语系。在那些外籍看护人员他们就可以明白知道说是谁发生了什么问题。对，我相信这个东西对主任您来讲是会有帮助的。谢谢，真好。对。警告 ！A8 墙面疑似跌倒。这个呢，其实就我们跟我们现在的系统是一样的，只是它现在变成是手机化。对，所以像您只要在任何地方听到都可以听到这个讯息。对，这样子就可以避免是说你们人员不在办公室就听不到声音这个状况。对，现在目前就是这样啊。是。而且他们有固定时间，2个时段10点半跟4点半，他们要去长辈要用餐要发药。我这边慈援照顾中心，我要求的是护理人员要陪同吃饭用餐到结束才离开。你要确保每一位长辈他的用餐都是顺利的。那很棒，好细心，很专业。我要求他们是，你要陪伴到用餐完毕，每一个都用餐完毕，漱口好了，口腔清洁好了，离开。你要确保每一个长辈、工作人员他们都有做到位。是，这是非常重要。你不能药发完了，然后就没事，他们还在用餐，你离开了，那这中间长辈吃饭呛到、噎到，谁来去救？对，这就是长辈。尤其我一直强调，我的环境是500坪。你回到护理站，他们等下用餐再来呼叫你，你再跑着出来吗？对。所以我的用餐时间，我是要求护理人员要全程陪同用餐到结束。了解。然后护理人员才会离开，回到护理站。每一个用餐时段，我要求是这样，而且每天早上的那个生命迹象测量，我都是要求护理人员一定要亲力亲为，不可以给照服员工作人员代量。你一天当中，你唯一跟他接触的就是这个早上的拜托赛的时间。那你这个时间你还不接触他，你今天摸得到他吗？没事就摸不到啊。你没事摸不到他。他也不用换药啊，也不用测血糖，就摸不到他。可是你每天生命迹象你要跟测量的时候，你今天就是一天当中你唯一可以摸得到他的时间。血压、血氧啊，血氧侦测啊，血压啊。阿嬷你今天好吗？阿嬷昨天睡得好不好啊？你早上有困吗？你跟他寒暄几句，这个就是在一天当中
你唯一可以跟他接触的时段了。是，对，所以我要求每天会议人员要跟阿公阿妈接触，生命迹象的侦测，好，还有用餐时间，你要亲力亲为，全程你要监督，你要看得到，然后确保他们的安全，你才能离开。没错，这非常重要，因为毕竟有些老人他身体有不适，他其实他也不会表达。对，他吞咽可能没那么好，可是他还能吃，家属都希望给他吃。啊，所以这种都是高危险群，是你必须得看着他完全就是用完餐，确保他用完餐 OK 了，你才能离开。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内容非常的丰富，那就是谢谢我们黄主任，就是分享我们第一线的实务经验跟案例，那对我们非常有帮助。那再次谢谢黄主任给我们宝贵的时间跟协助，谢谢黄主任，谢谢。谢谢。